Why, Mr. Lee, do you think so many Hong Kongers now want to get the heck out of Hong Kong? If people would like to leave Hong Kong, they are free to leave. It's good for them because the freedom to emigrate to other country is actually a right that's being protected by Article 31 of our basic law. However,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emigrated is far less than the 500,000 people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peculated when they initiated the BNO visa program. And a lot of these people who have left Hong Kong are now regretting it and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移英港人集体自爆，揭露英国生活的残酷真相。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最近在这个网上炒得热火朝天的一个话题，那些曾经满怀梦想跑去英国的香港朋友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啦？那说起这个事儿啊，你脑子里是不是会立马浮现出那个画面啊？一手呢拖着行李箱，一手呢拿着 BNO 护照，回头看一眼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心里面默念一句再见了香港，你好啊伦敦。那感觉是不是特别有电影范儿？仿佛人生的新篇章就要在泰晤士河畔，伴随着大奔中的钟声，优雅的展开了。喝着英式的下午茶，看着穿格子风衣的绅士，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是朋友们，生活不是拍电影哦，现实呢往往比剧本要惊喜的多。最近啊，这帮移英港人的圈子里好像有点装不下去了，开始集体自爆了，疯狂吐槽在英国的各种糟心事啊，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把当初的美好幻想给锤得稀碎啊！今天啊，咱们就从一个回流港女的故事说起啊。这位妹子啊，她从英国回流到香港之后，顶着可能会被以前那些同路人骂成叛徒的压力啊，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非常的直接，叫在英国一直以来的绝望感。哎呦喂，这几个字啊，你品品，这得是经历了啥才能用上绝望这么重的词啊？他说了啊，他不怕被人骂，说反正在某些人眼里啊，回香港就是叛徒，无论说英国好还是坏都是错的。他就是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说出来，给大伙儿提个醒。那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绝望呢？这位港妹啊，可以说是从衣食住行、工作、交友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下现实呢有多么的骨感。首先呢，咱说这个住啊，你以为在英国租房是中介带你看着漂亮的公寓，你满意就签合同？天真了。这位妹子说，在英国租房那跟打仗似的，你得跟一堆人抢，看上一个房源，好家伙，一堆人排队啊！房东呢牛气得很，你不但要提交各种证明，有时还要写申请作文。对，你没听错啊，写作文，阐述你有多么需要这间房，你是多么优秀的租客。我寻思着，这比找工作面试都卷呀。那好，就算你文笔好，过关斩将，抢到了房子，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不，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妹子说，你随时呢可能被房东或者中介用各种阴招给逼走，他们不能明着说我歧视你啊，但是暗地里的小动作能恶心死你。比如呢，今天暖气坏了，明天呢水管堵了，报修，等去吧您，一拖就是半个月。跟人合租吧，要么是室友的品行啊让你一言难尽，要么就是房东3天2头的找茬。总之吧，就是让你住的不愉快，最好自己就滚蛋。再说说工作啊，那更是糟糕透了。他干的是拿最低工资的蓝领工作，这倒也罢了，毕竟刚过去，从头再来嘛。但是关键是毫无收获感，还处处受气。老板想让你走人，不直接辞退你，因为要给赔偿金呀。他怎么干呢？他给你砍工时，今天让你上1天班，明天让你上3个小时，后天直接让你歇着。温水煮青蛙，让你自己受不了走人。老板自己犯懒，还老指使他干杂活，搬东西倒垃圾。妹子强调，明知道我是个女生啊，更过分的是还经常让她一个女孩子干到凌晨才下班。你想英国那治安一个亚洲女孩半夜3更走在街上，那心里得多慌啊。说到这个治安呢，这可是英国的传统异能啊。妹子说，在英国你得时刻记住一个字，怂。出门呢必须穿
穿的低低调调，穿的破破烂烂的，生怕被人盯上啊，被偷被抢。他说，亚洲面孔，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就是那些小偷劫匪眼里的移动 ATM。为啥呀？因为本地的盗贼他不敢去惹那些人高马大的黑人，怕打不过呀，就专门挑看起来比较温和的亚洲人下手。哎，你说气不气人啊？这不就是种族歧视链最底端的悲哀吗？住的糟心，干的憋屈，出门呢还提心吊胆的，那交朋友走行了吗？对不起更扎心。妹子说她一个本地朋友都没交到，完全融不进去啊。认识的一些香港人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真心把他当朋友，大家都是塑料情。他还提到一个细节，特别的真实说这个英国本地人对外国人普遍缺乏耐心。你打电话去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什么公司办事只要对方听到你这个英语说的不利索，有点磕巴，那就对不起，啪，电话直接给你挂了。而且那边没有咱们香港或者是内地这种投诉文化，你被挂了电话，你找谁说理去没人管你。所以呢，很多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是那么傲慢，那么随意。这最后呢，再来品品英国政府的神仙操作和让人崩溃的天气。看病呢，对不起不能直接去，必须预约。那你得了普通感冒，或者医生觉得你这病不严重，死不了，那就让你自己去买药。但是很多药嘛，它又是处方药，你必须得有医生开的方子才能买。这药呢，管得死死的。可是医生又任性得很，他说不给你治就不给你治，你疼得满地打滚他可能就让你回家多喝热水。还有税收那叫一个乱，税单经常出错，钱先给你扣了再说，你想申诉那流程比西天取经还难。而且税收政策说是偏向老年人，福利好，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活到那个能领福利的老年呀。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天气，妹子用了4个字形容阴到绝望。终年不见太阳，一年四季妖风不断下雨呢是家常便饭。你想一个人呢本来工作就不顺，生活糟心，还没朋友，再天天对着这股阴沉沉的天，不得抑郁症才怪如果说上面那个港妹的故事是个人情感的宣泄，那么接下来这位移英港男的分析可以说是上升到的理论高度，一针见血，刀刀见肉。这位大哥在网上发帖子直接抛出一个暴论，英国是香港中产的地狱。这话怎么说呢？他分析的是头头是道他说有2类人移民英国会觉得很划算。第一类呢是巨富，这好理解有钱人嘛，在哪儿过都潇洒呀，伦敦的奢侈品大豪宅正等着他们呢。那第2类呢是穷人，这怎么说呢？大哥算了笔账你在香港做个服务员、清洁工，1小时挣几十块港币，到了英国你就算去做同样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活，最低工资换算过来也有100多块港币起跳，就算交完税也比在香港赚得多。所以他说在英国生活幸福的要么是这个穷人，要么是有钱人。那么问题来了，卡在中间的中产阶级呢？对不起等待你们的就是地狱模式。为啥呢？因为香港的中产，比如你是个公司的经理、IT 精英、高级会计，到了英国你这些资历和经验人家认吗？就算认，伦敦的就业市场竞争比香港可激烈多了，你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和你以前同级别的体面工作。那怎么办呢？2条路。第一条路，放下身段，去咖啡厅做服务员，去仓库搬货。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接受自己在英国降级成为穷人的现实。第2条路，不甘心那就回香港去。就算你运气爆棚找到了高收入的专业工作，英国那可是出了名的高税率会把你收入消掉一大半，拿到手的钱算来算去呢，跟你以前在香港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你失去的是整个生活品质和社交圈层。所以这位大哥总结香港中产到了英国就是来受苦的。有人反驳他说，我卖了香港的房子，带了几百万过来，不用做苦力工，我就是中产呀。这位大哥直接回怼，这种人真的是傻到极点只能说香港人被保护的太好了，不了解外面世界的险恶。他的意思是你那点钱在英国的高消费和高通胀面前坐吃山空是很快的，那不叫中產，那叫短期富裕的待業人員。始終過到去就基本上低人一等㗎啦。咁你可能原本香港揾幾萬蚊，可能你去到真係要可能去掃地或者做下啲餐廳普通嘢。咁同埋都有啲朋友都即
即係會講話可能想回流翻嚟。翻嚟其實又要面對住屋嘅問題，同埋之前喺香港嘅樓都賣咗啦。咁啲錢賣完樓，啲錢喺嗰邊又用晒啦，咁即係其實兩難。光有理论还不够啊，咱们再来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啊，就完美印证了中产地狱这个说法。有一位移英港人也认同了这个观点，他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他说自己最近换了份新工作，在哪儿呢？在一个鸡肉厂里，拿最低的工资，90%以上都是南亚裔的工人，每天8个小时啊，就是不停的干重体力活。他说啊，那个工作环境和强度啊，实在是太恶劣了。很多香港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干了没几天就跑路了。那他自己呢，因为从小在这个工厂长大，平时呢又爱锻炼，虽然这个年纪大了点还能咬咬牙坚持，但是他接下来讲的故事啊，就让人心里面不是滋味了。他说啊，他厂里有一对香港来的中年夫妻，两个人都在这个鸡肉厂上班。就在前几天呢，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那个老公因为天天搬重物，把这个腰椎啊给扭伤了，干不了了，只能辞职。那老公一辞职呢，老婆为了照顾他，也只能跟着辞职了。朋友们，咱们停下来想一想，一对中年的香港夫妻，他们在香港的时候，会是在鸡肉厂里干这种活的人吗？大概率不是呀。他们可能一个是白领，一个是技术员，有着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啊。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他们就放弃了这一切，来到了异国他乡，在流水线上做着重复、劳累还极易受伤的工作。最后呢，丈夫因为工伤倒下了，两个人的生计瞬间就断了。这个故事啊，没有前面港妹那么多抱怨，也没有港男的犀利言辞，但是它就像一记重锤啊，砸在了每个人心上。他把移民滤镜下的那点小清新、小文艺啊，砸得粉碎，露出了底下最真实、最残酷的生存底色。所以啊，聊到这儿啊，咱们也能明白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回流潮了。那所谓的诗与远方，有时候啊，真的只是看上去很美。当你真正到了那个远方，你可能会发现啊，那里没有诗，只有眼前的苟且和一份能让你阴道绝望的天气。Sir, where are you from? Vietnam? Hong Kong. Where? Hong Kong. This gentleman says he's from Hong Kong. Every single day I'm struggling to about where I'm going to sleep tonight, where I'm going to be or end up to be tomorrow. I've lost hope. 那当然了啊，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移英港人都过得这么惨，肯定也有过得好的。但这些自曝和吐槽，至少揭开了这个冰山的一角，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复杂也更真实的英国。移民呢，从来不是一张单程的机票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扯到的啊，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尊严和你下半辈子的人生。这个事吧，确实值得每一个想要走出去的人好好想清楚。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